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剛，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令人開心的一個成果，就是我們用活兔現剮現做這個工藝，實現了一天量產1000斤的規模，不僅還原了我們小時候的味道，而且還創造了很多月入5位數的崗位。這個工藝雖然比凍貨兔肉的加工難度更大，也更加複雜，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收穫了很多歷練，同時還取得了不錯的成績。在這裡很開心的跟大家分享我們現剮現做的詳細方案，大家也一起來見證我們四川的兔子是如何走出四川。在分享兔子如何走出四川之前呢，我們先得找到这只兔。我现在在自流井3只兔的養殖场，我们今天过来采购，大家跟我看一下。负责供应我们活兔的是我们自贡自流井本土的养殖场，它的年產量大概是100萬只左右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過來選下兔兒。哦，啊，等我把兔兒選了嘛。現在你看嘛。走嘛，走。這黃老闆幫我們去挑兔子去了，我去看一下合不合格。這條棚幾千個吧，這幾千個全是我們的。它出欄的周期大概就是60多70天。跟你們分享一下，兔子好不好抓这個地方，它這裡越圓哈，它就越肥呀，它的肉身越好。它主要是有肉這個地方它有肉，你看不到，肉感很強為什麼不能夠用瘦兔呢？按照同樣的工藝炒出來，它的骨頭多，肉更少，而且口感更差。晚上幾點鐘過來喲？晚上你看還是12點鐘嗎？12點鐘啊，12點鐘左右。好，現在是晚上凌晨1點多，我們現在到養殖場來選兔子，跟我走。黃總，哎，你好，兔兒幫我留好沒？留好的，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了解。兔子的顏色有黑灰白，它的肉質本身沒有區別。養殖場的老闆說，黑灰色的兔子長得慢，相對來說它的肉質會更加的緊實。我們700隻兔子已經裝車完成了，現在拉到我們的車間去屠宰。兔子經過30分鐘左右的運輸，到達我們的屠宰場。活兔到屠宰場之後呢，會現過秤，因為在中途的時候，活兔會有一些損耗。這700多隻兔子全部放在這個車間裡面，車間裡裝了空調，控溫到16度。這樣可以減少兔子溫度過高產生應激，從而影響品質。從早上5點開始屠宰到天亮，我們留了最後一批兔子進行拍攝，自己裝出來的哈。這個是市場裡面的，我們把資質什麼都辦了。像第一步就是把這個腿兒給把那個皮子跟它理破。從右腳理到左腳是吧？對。好，然後第二步就是拿手順着這個方向跟着它離開。要把它切斷。對。直接把它取下來。好，這3個。好。學會沒嘛？學會了。兔子刮完了之後，就到這邊來進行清洗哈。這是剛剛刮出來的兔子，這旁邊是有很多油的，這種油呢要全部給它弄乾淨啊。還有這個油也要弄乾淨。兔子身上的油如果不清理乾淨的話，炒的菜會有一股很濃的腥臊味，所以我們必須把它清除乾淨。最後還要把兔子掛起來，把脖子上面的槽頭肉和淋巴去除乾淨。好，看一下，看這個，這上面有淋巴，有肥油，有那些筋膜，這一塊就不要了。現在這個就是非常標準的半成品。現在我們這個兔子已經洗好了，晾在上面了，但是這個溫度還是熱的，所以呢，我們推到我們這個裡面。冷藏庫讓它排酸1個小時，讓它溫度降到0度，然後我們再進行運輸。哎，進來。我們這個冷藏庫呢，就是也不大，反正呢就是冷一批我們就運輸一批。現在讓它涼下來，這個溫度還是有點高，就是讓它排下酸，這樣子呢運輸更安全。幾乎所有的熱鮮肉都需要排酸，但是排酸的溫度和時間非常重要，而兔子這種小型的動物只需要60分鐘即可。這樣既不影響口感和鮮味，而且又很安全。現在我們來裝兔子，現在就給它放到這個裡面。兔子排酸到0到5度的時候開始裝保溫箱，通過5分鐘左右的車程到達工廠，開始初加工。現在就準備送到廠裡去，這裡大概就是90斤。這家加工間是專門為我們剁兔子所用的，然後送到這裡來就全程交給我彪哥來處理，從初加工到熱加工。兔子先改刀切成3段，然後把厚的地方修整均勻，再改刀剁成肉條，最後剁成肉丁。
我們在吃這種貨色大小，不能太大，太大了不容易入味；太小又很碎。好，我們是90斤一鍋，現在準備料，準備醃制。我們的料有3種：鹽、姜葱，還有這個料酒，就這些。这个料酒我們倒一半。对。将我們的姜葱加點料酒，把它揉搓一下，這樣子更加容易出味。我們這個薑蔥這樣子抓一下，就是為了讓它的風味出來，要風味，不要渣渣。現在我們把薑蔥汁瀝到這個鹽裡面去哈，這裡是90斤兔子的鹽。把這個水擠出來。對。現在把這個鹽攪勻，它人家醃制的時候才更加均勻嘛。對。現在開始醃制，倒到盆裡面來。哎呀！現在把這個倒到上面去。對。現在把它碼勻。這個還這個體力活嘍。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知識哈，如果是加防腐劑的話，在現在就要加入了，但是我們這個沒有加防腐劑。防腐劑也分幾種，醃制的時候加，炒制的時候加，然後最後產品的時候還可以噴一些防腐劑，有幾種。我們就是零添加，不加防腐劑。然後醃制10到20分鐘，我們現在開始燒油。現在我們的兔子已經醃好了，現在準備下油鍋啊。現在我們倒的是這個菜籽油，小炸龍香菜籽油。我們現在油溫要燒到180度哈，180到200度。6成油溫。現在準備下鍋，這一盆呢是30斤，我們一鍋分3次來炸。它下鍋馬上就會沸騰。我們現在給它炸10分鐘，是為了讓這個兔肉的水分收乾，讓它變得乾香。我們這樣子哈到鍋裡，主要是防止它粘鍋，因為兔子的蛋白質比較重，膠原蛋白比較重，而且是新鮮兔子。生鍋了就會影響它的味道和它的色澤，還有口感。對，所以要一直的哈到烤到。現在已經炸到第5分鐘了哈，我們看一下這個狀態什麼樣子。你看，現在看起來非常的 Q 彈，但是還是不夠乾，繼續炸。現在可以把它撈出來了，已經非常的 Q 彈了。看，這個水分就剛剛好，兔肉非常的 Q 彈。然後我們把它撈出來之後，將就用這個鍋裡面的油用來炒制這個兔子。炸這個兔子呢是沒有回油的，全部我們用多少油來炸就用多少油來炒兔子。現在我們把炸好的兔子用來把大塊的挑出來重新進行改刀。我們把這種大塊的骨頭或者帶肉的給它挑出來，像這個長的也要挑。這是手工宰呢，有些下刀不一樣，還有技術呢有區別，是吧？這也很正常。像這種就是非常的標準啊，這個的話就大了，看到沒？跟這個比就大塊了。現在我們兔子已經炸好了，下一步準備跟這個一起炒制。這個是炸好的兔子，這個是微辣的辣椒，這裡是我們的調味料、香料、糖啊這些東西。好，開始下寬油，我們把這個油全部倒到鍋裡面去。現在是5成油溫，我們準備下這個泡好的陳皮，下鍋炸一下。這個陳皮是提前泡過水的，下鍋所以不会炸糊，而且香味也出得來。這個陳皮下去呢，大概就是150度炸3到4分鐘，把它的水分炸乾。然後呢，馬上就可以下花椒。現在已經炸得差不多了，下花椒。對，這個是用的茂文紅花椒和金陽青花椒。花椒已經炸好了，現在我們準備把這個辣椒倒下去。全部倒下去。這裡90斤兔子啊，只有5斤的乾辣椒。這個辣椒呢，炸到它乾香，然後就下兔子。好，現在來準備下這個兔子。這90斤要好幾個人才倒得進去。好，現在就要2個人來炒了，一個人推不動。這裡大概炒10分鐘，炒10分鐘開始調味。现在我们下陈皮水，这个就是刚才泡陈皮的水，这个是调味料，还有香辛料哈，鸡精、味精、香料，还有冰糖粉都在这里面。白色的这个是冰糖粉。
现在把它炒转了，再放其他料。现在下辣椒面，这个颜色一下子就上来了。这个辣椒面是红龙辣椒面，来自新疆，它只有颜色和香味，没有辣味。现在我们下的是花椒油跟醋哈，增加它的回味。醋呢是中和辣椒的燥辣味。最后下的是这个芝麻和花椒面哈，放进去。最后再炒起来就可以出锅了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，看到这个上面冒的泡没有？这个泡出来了，就说明兔子什么都炒干了哈，没有水分了，它就有这个泡出来了。现在准备出锅，再修网汤，现在就出锅了。现在我们的冷吃兔就制作完成。一会儿让它油沥出来，然后摊凉一下，我们就推过去进行内包。内包的同时，把固形物称重之后放入真空袋，称重的重量可以往上浮动3克，然后按照比例加入油料，最後進行真空。真空完成之後，下一步開始低溫滅菌。低溫滅菌就是用砂鍋菌調到100度進行恆溫30分鐘加熱，這樣可以讓有害菌落進入到20天左右的休眠期。超過保質期之後，菌落開始繁殖腐敗變質。低溫滅菌的優勢是它的口感和風味保持得非常豐富，劣勢就是它的保質期相對來說非常短。通過低溫滅菌之後，冷吃兔開始進行外包裝，貼上產品信息標籤之後再進行包裝。採用機器將2袋128克的冷吃兔裝入彩袋，最後再進行裝箱發貨。一份非常美味的冷吃兔就制作完成。下面開始技術總結。大家都在說做食品企業就是做良心，我認為鮮貨現刮現做它不應該是一個口號，也不應該是一個被印在外包裝上面的商標名稱。有的商家用這個商標名稱來專門迷惑消費者，我認為這是不對的。我們的方向是聚焦自己真正擅長的領域，把鮮兔現做這個工藝發揮到極致，努力做到鮮貨這個品類的第一。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視頻，請務必幫我們點讚、收藏、轉發給身邊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。好，本期視頻到這裡，拜拜。